大家好，我们是放克兄弟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我们终于成功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樱木，我在放克兄弟里面我是弹贝斯，就是 BASS。我是小林，我是放克兄弟主唱，大家好。我叫陈俊安，我是吉他手，弹吉他。嗨，我是国敬，然后我是放克兄弟的鼓手，然后还要说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大面，我是萨克斯风手。我叫香蕉，我在放克兄弟担任小号手。大家好，我叫卷毛，我在放克兄弟里面是 keyboard 手，弹 keyboard 的。讲到放克兄弟这个团的出现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不小心生出来的一个产品，就像可能各位都一样，不小心爸爸跟妈妈不小心就会把你们生出来，对，道理是一样。然后这个其实主要一开始的成员主要是我、俊安还有李长磊，对，我们3个人。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只是想要组一个团，然后做一些就是会让人家想跳舞的歌，对。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凑在一起，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人就慢慢加进来，就有完整的鼓手，然后再加上会有女主唱，然后还要把管乐找进来。其实一开始我们的设定的想法就是，我们就想要找管乐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就一开始就是我们都设定我们是很喜欢这种老funk的东西，对，然后所以觉得一定要管乐，没有管乐这个团就什么都不是，对，所以后来团员就越来越多，后来就一个一个慢慢拉进来。像阿豹是常磊在网络上找的，就网络上乱找这样，给人家留言，就是只要看到是吹喇叭的，然后就给人家留言问他有没有兴趣这样，然后阿豹就那时候就加入了。怎么加入？放克兄弟那个创团的磊哥跟那个樱木，就我小时候就认识了，就是孽缘，很小就认识了。就是有一次他们说要找女 vocal， 然后就来找我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考虑了，就大家聊一聊，然后就开始玩这样。认识放克兄弟哦，最早是看电视，他们参加那个什么电视比赛的时候，然后后来是贝斯手樱木，我跟他认识比较早啊，对，然后他就找我代打，然后我就进来了，本来只是说代打，就代打到现在，对。是的，为什么加入放克兄弟？就是要在很久，也没有到很久啊，差不多1年前吧。对，然后我就听了放克兄弟表演，我觉得哇，好酷哦！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吹古典的，虽然也没有吹得很好啦。然后因为刚好有一个朋友也叫做小孩，他叫我，他就说，刚好放克兄弟有缺小号手，问我要不要进去，我说 OK 好，然后我就进去。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想要去试看看嘛，然后就去试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还不错，然后就玩到现在。有一次就是认识昌磊，然后他跟我说哦，明天我的乐团在表演，然后我去听他们就是放克兄弟，然后觉得很酷，很难得听到这样的音乐，然后就马上就加他们的 Facebook， 按个赞。然后就发现他们的 Facebook 上说他们缺了一个萨克斯风手，然后刚好就是我的萨克斯风，我有一个朋友帮我到台湾的，带到台湾的，他说我会吹萨克斯风，我就后来就是收到一通电话说，大面来跟我们练团，这样加入放克兄弟的。怎么认识放克兄弟的？其实一开始我只是个观众啊，就是在台下跳舞，然后也不是跳舞，我不会跳舞，就是在下面听音乐，然后就是很开心，就是有这种音乐很开心，我很喜欢，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刚好有机会加入专辑的制作，然后就加入了。
应该是我朋友的关系吧，就把我介绍到就认识一些放克兄弟的人，那就久而久之，大家也都变得好朋友了，常常一起喝酒聊天啊。虽然我没有很常清醒啊，但是就是觉得那个氛围很开心。一开始是3个人，然后我们曾经最多已经有到11个人，对，这个是还蛮夸张的一件事。是我也是你。是天也是地。和我在一起。不用再怀疑。当这个计划募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是还蛮感谢这个小林的，因为其实认识我的人知道，就是我基本上也是一个写企划案的人，对。但是其实我那个乐团补助我也报了好几年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团评审都不喜欢，对。然后除了报这个还有报很多东西啦，其实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大家对于放克音乐没有感觉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支持放克音乐要录专辑这件事。然后后来小林就有提到说，那不然我们用国外这样的一个计划来进行看看。然后我一开始听的时候说，觉得还蛮好的，因为其实老实讲，其实我们的喜欢我们的人其实也不能说很多，但是有一些，对。那就加上自己每个团员身边的朋友，然后团员你看加一加十几个朋友随便拉一拉，我觉得这个计划我觉得是蛮好的，可以让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我们录音的这件事，而不是说我们把东西录出来直接丢给大家，这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张专辑的感觉。录专辑就是那时候开始想要录专辑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没有钱，那因为录专辑要不少钱，对。那如果要大家拿钱出来，其实算是蛮大的一个负担，所以就是录音的想法就这样搁置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一直到小林他弄了这个，刚好找到这个机会，就是募资计划的一个平台，那我们才开始就是有一个希望，就是终于可以出专辑了。不用说再为钱烦恼。小林有跟我讲，就是关于那个 crowdfunding 募资计划这件事情是从国外来自的，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。然后就是刚好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叫我帮他就是宣传他的自己的网站，他的新工作的就是一种就是募资计划的网站。台湾的就是我马上跟小林说，其实台湾也有这种募资计划的网站，不只是国外的。有一天我看到的美国有个网站叫 Kickstarter， 然后它网站上就是它是一个募资计划网站，你可以上传你的计划、你的 project， 然后让人家赞助你这样。然后如果说你赞助你达到你的目标金额的话，就可以拿到那笔钱去做这件事情这样。那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就也 OK 无所谓。那赞助人他们都可以拿到一些回馈。所以后来就是我有把这个网站传给我们的那个洋将代表大面，给我们的团长这样。然后后来不久之后，大面跟我说台湾有这网站，然后就看到之后就好，那我们来弄吧，这样。所以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成功啦，因为当初一开始想说这个他还是会有失败的案例嘛，对啊，可能没想到后来就成功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，就是可能我们应该是台湾第一个用募资计划录音的乐团吧，
就是出唱片的乐团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对，其实有发现我们的环境里面，我们的圈子里面，无论是好朋友、是听众，还是别的乐团，无论是好朋友还是刚好认识一下的朋友，都会很乐意帮我们做这件事。这样可以吸引到很多不同的方式。比方说有些 live house 的老板，他们会赞助，就不只是说一般的歌迷会赞助。重点是，其实在做的过程中，还蛮意想不到，是其实原来有这么多人，还蛮愿意帮助你跟支持你，而且在这整个物资计划的过程中，你也看到了很多的，不管是来听乐团的朋友，或者是说乐团里本来的玩音乐的一些友团，就是他们这么的挺你，或是这么的支持音乐，那个其实让我蛮意外，就是蛮感谢。真的到现在都还感觉，我觉得那会让我记一辈子，就是有这么多人去愿意支持你。有的时候他可能搞不清你在干嘛，可他真的愿意支持你，或者他愿意很支持独立音乐这样子。是世界上最闪耀的星空，你的笑容融化了冰封，战争也因此而停泊。气功去行，让大地生生不息气。你相信，阳光能疗愈你，让你笑着呼吸。完成之后，要怎么样把这张作品完成出来，然后给大家，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所以，其实虽然说我们经过这么久录音的时间，对，但是我们终于把它做出来。无知的目光是你对人性依赖的主张，小小脑袋怎么想，想着圆形能画多大。其实一开始要在录音之前呢，其实小弟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，对，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台北的录音室非常多，那其实也有很多的录音室都是好朋友的录音室，然后其实很多好朋友在邀约，也都愿意帮忙。其实基本上这张专辑其实录鼓跟录乐器的部分，我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。乐器的录音是在那个 Elisa 那边。一方面当然是主要是因为他长得正，没有这一当然可以不用开玩笑的，对。然后其实因为其实我要决定选他之前，其实我还有问过一些其他的朋友，因为其实有些朋友跟他有一些接触嘛，然后大家其实对于他在音乐上的一些专业或者是他的 sense， 我觉得大家都还蛮认同的。对，那我觉得他本身也是一个管乐手，那我觉得在对于放克音乐来讲，我觉得管乐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很在意的就是到底这个录音的地方对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我们在当道音乐录音，那其实我一开始我对我也不晓得录音过程到底会怎么样，就是整个程序什么。可其实我觉得还蛮酷，就是说Elisa 是我们的录音师，然后我们一直都知道说他在管乐部分还蛮酷，就是我们有很多管乐东西可以跟他讨教，这样录音方面他也比较有经验这样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得到更大的意想不到礼物，就是他其实真的在我们的专辑的呈现，包括录音的部分，给了非常非常多的协助跟帮助。那他让我们有很多东西就是更有效率的完成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林 Elisa，我
是放克兄弟这张专辑的音乐制作人，然后我也是一个就是乐手、创作歌手。这张专辑我负责制作、录音、编管乐、编和声、吹长号、拉小提琴、唱和声、剪接、调音混音，很多。录音过程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从开始录管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比较常去跑录音室。那我在这团里面要负责团的管乐的编写嘛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有计划讲是要请 Scarioke 的管乐组一起来帮忙 feature， 那配整个管乐的和声这样。那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或是那么好的背景去写好管乐的和声，可是 Alexa 帮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忙，就是他从改编一些我们本来的管乐的 line， 然后给我一些和声上的建议，而且他的专业让整件事情进行得更快速。好，一起来。所以这一次录音的时候，我记得还蛮挫折的，因为就是太久没进录音室了，所以录的一开始没有那么顺利啊。对，那至于孤不孤单，就习惯了算了，对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也在里面录嘛。最难的部分应该是慢歌吧，对，我记得心魔录了很久，对，心魔录了很久，因为没有东西听。录音师他本身自己也有做音乐，所以过程当中也给我们一些就是新的想法包括新的段落，或者说手法上的处理，比如说每个乐手自己的部分或者说歌曲的段落有一些新的 idea 出现那我觉得很好，就是说歌曲有了一个更新的样子，或者说更完整的编曲。我觉得在录音室最麻烦就是架麦啊，然后要调音色，然后调音准啊。那有时候吹出来不一定准确，不像 keyboard 这样一弹就是到位这样。然后我们还要讲一些有的没有，就是也是音乐性或是比较有一些感觉的音吧，应该是吧？对，就其实还中间会吹到有点没力，或者是很累这样。对，可是也过程中还蛮好玩的，就大家都会闹啊或干嘛老实说，我之前没有进过录音室，所以应该大家我们团员应该也很多人没有进过录音室啊。对，那在录专辑的时候，真的是一开始其实是非常紧张的，就是会很怕弹错啊，因为毕竟是录音啊，那听出来的感觉会有时候会吓到，觉得自己怎么弹那么的不好。但是久了看到那个成果慢慢出来的时候，会发现自己是有进步的，然后在那个音乐上面想法上也更加的丰富了。那时候就是发现录专辑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虽然就是很麻烦的，就是录音室都会办，就是比较会弄比较舒服一点，是有点脚的感觉。所以就是没有在录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旁边休息，就是吃个东西，喝个啤酒之类的，还是跟朋友聊天也是蛮舒服的。
录的时间就很少，就其实还蛮赶的，因为大家都还蛮忙的。然后而且中间还有经历过过年，大家要回到过年吃东西啊。重点是吃东西，这一定要吃，不能错过。对，重点是吃哦，吃东西，对。所以在录音室也有吃东西吗？吃翻了哦，在录音室你吃翻了，真的是。看你好无聊。张生结束了吗？圣诞节快乐！耶！那你吃一块啊？我吃一块。这里。那这个干吗？好干。如何？没说错话。其实我最满意的应该是，就是大家都有把自己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完成。其实我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话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是《越人的使命》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它跟我们一开始自己在练团或在表演的时候呈现，我觉得是有点不太一样。比较满意的歌哦，我其实自己很喜欢孩子，可是如果说真的说整体来讲很喜欢的歌，我还蛮喜欢 Energy， 因为 Energy 的里面的管很好听，很酷，然后我们找了很多人来唱和声。因为每首歌的样子都不太一样，风格都不太一样。我比较喜欢，应该是旅程吧。听的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哦？我一直最喜欢的歌大概就是《微笑的脸》吧。对。一直最喜欢，那为什么就不知道？就我比较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啦。对，应该不止一首，我觉得每一首都很好听。可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应该是《微笑的》跟 Energy， 对，感觉蛮爽。可能是旅程，因为就是可能比较雷鬼一点，我也是蛮喜欢雷鬼的。然后我们录音的时候，我也是。哦，对，刚好那一天也是我生日，所以对，有一些特别的回忆。我每首都很喜欢，对，因为我们这张专辑里面的风格太多了，对，所以每听一首歌都会好像在，就是真的换了一首歌啦，不会说整张专辑都是在听同样类型的东西，所以对我来讲是每一首歌都是新鲜的，怎么听都新鲜。孩子，喜欢孩子，然后喜欢圣诞夜。整个音乐从头到尾一直有变化，然后就有点像，你知道一个孩子的成长。然后圣诞夜，我觉得小林唱的实在太性感了。我觉得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啊，大家已经非常努力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专辑，应该还蛮值得听的。我自己很喜欢，我觉得音乐很好听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歌词、旋律啊，大家整个听的时候，自己觉得很开心。专辑期待希望啊，就希望，但是希望专辑可以很多人都拥有啊，不要说买。但对啊，就既然都已经辛苦也搞了这么久了，对，那期待就希望。既然有一个作品出来了，那我
我希望是更多人可以听到啊。那看可不可以报一下明年的金曲奖，对不对？上大舞台啊，上舞台海记啊，就海记大舞台冲了啊，一定要冲一下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机会可以出国玩，我也蛮想出国的。我对这张专辑的期待就是希望大家拿到这张专辑之后，对，听到之后就会知道他就是放克兄弟，然后喜欢，然后也愿意把它介绍给朋友，然后有空也可以来现场看我的表演，因为现场跟录音的版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。这张专辑的期待哦，当然是得到金曲奖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专辑出来就是要得金曲奖，而且我觉得哈，这张就看评审耳朵啦，真的没有坏的话，应该要让我们录。这张专辑如果听了喜欢的话，一定要买10张送给亲朋好友，至少10张，真的，我觉得要让大家听到这张专辑，这么好的东西不跟大家分享，真的太自私了。玩在比较大的舞台，跟更好的乐团一起表演，还是去国外表演，可能去法国巡回吧。希望我们可以卖到一定的数量，这样我们可以有钱，可以录下一张专辑。希望拿到专辑的人，本来预购专辑拿到专辑人，他会觉得说，我觉得这张专辑我听了很好听，然后你会放在你的电脑里面，就是继续听。我不期待你会可能说叫别人买，我觉得还好。可是我就期待你拿到专辑之后，你预购了，你可以放到你的电脑里，或是放到 MP3 里，或是放到你 CD player， 你会听了一次后，你还会想再听。那对于不知道的人，有一天如果你不小心哪里听过的话，我会期待你会想知道说，这个歌是谁的啊，就好了。那至于其他更深的期待，什么拯救世界，我觉得就算了，就这样。总有那一天，身边的人都改变，仿佛只有我变另类。为爱，为了谁，为了什么不后悔？你说我变有点危险，义无反顾我，悦人的生活。声响传耳在脑后，像马飞空的全身兴奋。